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美国之音的文章：忠诚胜过经验和能力，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能否提振中国经济？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带领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李强排在习近平后面的第2位。华盛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在本周日3月5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一个由其亲信组成的经济团队。在去年12月突然取消重创经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后，中国领导层正急需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振经济。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仅为 3%， 为几十年来最糟糕表现。但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由很可能出任总理的李强领衔的新一届经济团队并无太多亮点。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诸多艰巨挑战，但由于习近平对忠诚的看重高于能力和经验，再加上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对李强的能力看法不一。目前，中国共产党的2号人物，习近平的重要亲信，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将接替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不过，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对李强能否有能力提振中国经济看法不一。华盛顿中国经济政策领域的资深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务与经济项目主任甘斯德 Scott Kennedy 在该中心举报的一场有关今年中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李强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理的人选，恐怕更多的是要归因于他对习近平的忠诚。他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一直对习近平非常忠诚，他能出任总理，一直也许是因为他完全按照北京的要求，而不是按照上海人民的要求，实施了上海的封城。他说，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依赖于非常聪明、明智的经济官僚，他们为实施各种务实的经济政策提供政治空间。人们担心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因为习近平想把国家带入的总体方向和轨迹，也因为他对政治忠诚度高于专业知识的强调。他问道，这个新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成为聪明、务实的经济管理者？中共2号人物可能出任总理的李强，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在全国人大会议分组会上讲话。资料照片，2017年3月7日。现年63岁的李强的政治生涯起步于浙江。2002年4月，李强成为中共温州市委书记。2004年11月，他迎来仕途上重大的转折点，担任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秘书长，成为后来的习近平派系之江新军中的一员大将。他后来先后在浙江、江苏和上海这几个中国最富裕也是市场化最高的地方主政。李强的经济理念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店小二经济。他曾经表示，面向市场时，政府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 Gary Hofbauer 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强出任总理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利好消息。当然，一切还是习近平说了算，他拿大主意。他说，但是我确实认为挑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任总理是个好迹象，因为他懂市场、懂企业，是一个亲市场的人物。我也喜欢他的前任。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迹象，这让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温和乐观。但也有人担心，李强没有在国务院的工作经历，这可能会为他的减分项。他将是中国几十年来首位只有地方从政经历而一跃被提拔为国务院一把手的官员。在过去，总理通常从现任副总理当中挑选。中国地缘广大，各地的经济状况参差不齐。比如，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和西北等地区的国有企业比例大，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沿海地区。副总理对经济全局掌握应该优于只有地方经验的人选。中国欧盟商会 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主席伍德克 Jörg Wattke 认为，欠缺中央工作经历不一定会使李强不称职，
但他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接手一个被3年新冠清零折腾后的经济烂摊子。他对美国之音说，与温家宝或李克强接手时相比，他李强是在更不利的情况下接手中国经济的。那时他们还有一些便利，可以摘挂在低处的果子，容易实现的目标。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2022年，中国已经从国际商业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1年，所以他必须重新联系。他是否有外交技巧和沟通能力去传达中国的开放的信息，不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这个可怜的人有一份艰难的工作摆在他面前，而我们必须拭目以待。作为在中国的企业，我们只能希望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成功。新团队或缺少国际视野。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亲信，现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预计将出任副总理一职，接替退休的刘鹤，并主掌全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并成为未来美中经贸关系的牵头人。他在中共20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能会兼任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67岁的何立峰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好友，两人的关系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他在那里结识了何立峰。何立峰是金融专业毕业，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一位实干派官员。资料照有可能出任中国副总理的现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何立峰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他了解情况，他知道如何在这里发挥行政作用，他对国家发改委的情况了如指掌。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曾报道说，何立峰正在制定一项中国经济今年增速5%的计划，最终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在李克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斯德说，何立峰不被认为是一位经济改革派官员。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据信还将安排他的亲信、中国金融巨头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接替易纲出任中国央行行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 （Gerard D. People） 认为，与他的前任相比，朱鹤新缺少国际视野。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有点担心，他不太关注国际事务，更加关注内部事务。我的意思是，你看易纲或郭树清，这些人都是周小川的嫡系，他5年前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们更注重开放经济和汇率。我不确定新任行长是否会有这种想法。”迪皮波也表示，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何立峰兼任央行党委书记，意味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和金融政策上的自主性进一步下降。我不知道这有多重要。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即将上任的技术官僚们的国际经济背景较少。你知道，他们只是不同的一代或半代。他说，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大楼资料照片，2018年9月28日。即将年满55岁的朱鹤新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度过，曾在中国4大国有银行的交通银行工作20多年。他也担任过另一家中国4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任副行长。2018年至2020年，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关键还是习近平让渡多少权力。除了上述几个重要角色外，谁来出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主席，仍有待最后公布。亦有报道说，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这2个金融监管机构有可能合并。《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还计划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后任总理李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7常委之一的丁薛祥是负责该委员会的可能人选。虽然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官方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经济活动连续2个月大幅扩张，服务业和建筑业也在复苏，新出口订单也实现近2年来的首次扩张，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重挑战，其中包括由于全球需求减弱而导致的出口锐减，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关税，
美国对中国芯片及其芯片制造技术和设备以及其他高科技的限制与封锁，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持续10年的萎缩，再加上地方债务负担、房地产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将不得不在中国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接手经济工作。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新班子能否重振中国经济，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党能够给官员下放多少权力。他说，从我在北京以及各省认识的人来看，大多数人在商业和经济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在新的领导层中并不缺乏专业知识。问题是，党给这些人什么样的回旋余地来做出理性的决定？意识形态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在刚刚结束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的党政机构改革。全会公报说，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深化重点领域机构改革，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